It's a lot more than insider trading. The way they're acquiring wealth. Correct. And what other methods? I mean,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get me assassinated. I'm not lengthening my lifespan by explaining this stuff. I mean, I was supposed to go back to DC. How am I going to survive? These fuckers are going to kill me for sure. 在这个世界的暗处一直隐藏着一群权势滔天的人，他们组成了所谓的秘密社会。你知道吗？在他们眼里，某些宗教顶礼膜拜的神，其实是一个囚禁人类的伪神，而那个在传说中引诱人类堕落的恶魔，反而是试图拯救人类的大英雄。这听起来是不是像个疯子说的话？别急，今天我们就跟着江教授的视角，带大家穿越回人类文明的起点，去扒一扒西方宗教演变的底库，看看这帮控制世界的秘密组织到底信奉着怎样一套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开始之前，我想告诉大家，我的频道目前有926位订阅者，还差74位订阅者就能开启广告收益，并为大家持续创作。如果您还没有点赞订阅，请助我一臂之力，您的支持对我至关重要。想要理解秘密社会，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一件事：西方人的信仰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其实，人类的信仰经历了3个大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母神文明，那个万物互联的母系社会。大家想象一下，最古老的农业社会，那时候人类只有2个最头疼的问题：第一，怎么让庄稼长得好；第二，怎么多生孩子好下地干活。因为女性能生孩子，所以在当时的人眼里，女人的子宫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星际传送门，它能把灵魂从另一个维度传送到我们的物质世界。于是，社会是以女性为尊的，他们崇拜母神，经常用能在天上飞的鸟和代表无穷精力的公牛来象征神灵。这个社会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不可思议，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甚至连忠贞的婚姻都不存在。为了保证生下来的孩子拥有最顶级的 DNA， 他们会举行一种我们今天看起来像邪教的仪式 fertility cults， 简单来说就是全村人一起进行集体繁衍。因为你不知道谁的基因最好，所以广撒网才是王道。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人类有一种超级智慧，他们认为是意识决定了物质。他们觉得我们的大脑想象力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不是像我们今天学的生物课那样，说是一堆细胞凑在一起才产生了意识。他们用极其丰富的比喻和想象力去理解宇宙，那是人类离魔法最近的时代。第2个阶段就是多神教文明，为了抢老婆引发的战争。后来人口越来越多，资源不够分了。在那个时代，什么资源最宝贵？不是金子，是能生孩子的女人。那些找不到老婆的年轻单身汉被部落边缘化，他们就像饿狼一样，开始去别的部落抢女人。这就是人类战争的起源。为了让男人心甘情愿去卖命打仗，社会就必须给他们奖励，把抢来的女人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于是私有制、婚姻、男权阶级全都诞生了。地上的凡人天天打仗，天上的神仙也被拉下了水。不同部落的神也开始拼刺刀，打输了的部落，他们的神就只能乖乖给打赢的神当小弟、当儿子。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神话里宙斯高高在上，下面一堆小神的原因。而且在这个阶段，神其实就是长生不老的人类。宙斯和阿波罗整天除了打架，最大的爱好就是满世界追着漂亮姑娘跑。第3个阶段是异神教的降维打击，真正的转折点来了，罗马帝国崛起了。如果你是一个想统治全欧洲的罗马教皇，你最烦什么？你最烦天下的人天天信各种乱七八糟的神。为了方便统治，罗马帝国推出了异神教，也就是全宇宙只能有一个唯一的真神。这一下子人类的思维被彻底锁死了。因为只有一个神，所以就只存在一种绝对真理。如果你敢反对这个真理，那你就是邪恶。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要求你对神的忠诚必须超过对你家人和社区的忠诚。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人类彻底变成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者，失去了那种天马行空的灵性。罗马帝国虽然霸道，但思维这个东西你是杀不死的，它只会转入地下。当年那些掌握着古老智慧、主持生育仪式的女性们，被迫躲进了暗处，建立了一种叫神秘学校的地下组织。他们试图保留下那个终极的宇宙秘密：意识创造物质。你猜怎么着？这种神秘学校在当时的顶级精英圈子里简直火爆了。为什么？除了能学到宇宙真理，还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高级的地下俱乐部。精英们在里面通过极其隐秘的性仪式来体会与宇宙融为一体的快感，以此来探索宇宙的奥秘。当然，想进这个圈子，代价是极大的。所有人必须发下毒誓，一旦泄密，格杀勿论。随着后来基督教的全面镇压，这些被精英把持的神秘学校为了自保，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各种秘密社会，比如圣殿骑士团、共济会、光明会等等。几千年来，他们一直潜伏在历史的阴影里，死死守护着那个关于宇宙真相的终极秘密。你还记不记得我很早以前讲的 The Master Key System？ 作者是查尔斯·哈奈尔。据说由于书中的内容揭示了获得财富和成功的终极秘密，力量过于强大，在1933年被美国教会列为禁书，直到70年后才得以解禁。这本书也是吸引力法则鼻祖中的鼻祖，比著名的秘密早了近100年。书中的核心观点就是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反应。我最近呢也把我的7天显化法则整理出来了，放在了 YouTube 上的课程列表里，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看。如果仍旧有问题的小伙伴呢，推荐好好读一下原版的 The Master Key System。好，我们再回来看看这帮秘密社会的精英们到底信奉着怎样一套宗教信仰。我们普通人读的圣经讲的是上帝和人类立下了几次契约，比如上帝在伊甸园赶走了偷吃禁果的亚当夏娃，后来嫌人类太坏，用大洪水淹没了世界，只留下了诺亚方舟，最后还派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来替人类惨死赎罪。如果你稍微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一定会觉得这些故事充满破绽。上帝既然全知全能，为什么要因为一个苹果发那么大脾气？上帝用水淹死了所有人，可后来的人类不还是照样干坏事吗？那淹死他们图的到底是什么？还有，哪有亲爹非要逼着自己儿子去自杀来原谅别人的？这逻辑讲不通啊！对于这些疑问，秘密社会给出了一个完美但极其黑暗的解释。秘密社会参考了被正统教会封杀的以诺书，他们指出上帝发动大洪水根本不是为了惩罚普通人类，而是为了清理一种叫拿非利人的怪物。什么叫拿非利人？你想想，天上那些负责看管人类的天使也是有7情6欲的，他们从天上往下看，地球上的姑娘长得真水灵，于是他们就跑下来跟人类女孩生米煮成熟饭。这就像是漫威里的复仇者联盟，美国队长、雷神这些超级英雄闲着没事干，生下了一堆拥有超能力的半神后代。这些拥有神力的后代就是拿非利人，成了人间的暴君，疯狂奴役普通人类。比如神话里的海格力斯、大力神、阿格留斯，其实全都是拿非利人，因为他们太强大，搞得天下大乱，所以上帝才不得不降下大洪水来清洗他们。但恐怖的地方来了，拿非利人身上有一半天使的血统，他们是神圣的，肉体虽然被洪水淹死了，但他们的灵魂死不掉。这些灵魂化作了恶魔，永远潜伏在世界的阴影中。秘密社会坚信，今天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那一小撮超级富翁、权贵，其实就是拿非利人的化身，他们至今依然在牢牢统治着我们。如果你觉得拿非利人已经够刺激了，那接下来的理论会彻底颠覆你的宇宙观。
秘密社会认为，宇宙中真正至高无上的神叫做单子，它没有形状，就像一个超级能量源，通过它的呼吸和振动，经过几百万年，慢慢振动出了原子，最终形成了宇宙。这就是所谓的意识产生物质。真神单子产生了一批高级宇宙生物，其中有个叫索菲亚的女生物。突然虚荣心爆棚，他心想：真神能自己生孩子，我凭什么不行？我也要自己生一个试试。结果因为违反了宇宙阴阳交配的自然规律，他生出了一个畸形的丑八怪。索菲亚吓坏了，赶紧把这个怪物像扔垃圾一样扔到了云海的最深处隐藏起来。这个怪物叫造物主。因为这只怪物一出生就被抛弃，他根本不知道上面还有他妈和真神的存在。他在云海里醒来，看了看四周，空无一人，于是傲慢地宣布：我就是全宇宙唯一的真神。接下来，这个无知且残暴的怪物创造了地球，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大家看明白了吗？秘密社会认为，那个在圣经里动不动就发怒，只因为人类吃了个果子就把人赶出家门，动不动就要求绝对服从的上帝，根本不是真正的神，他就是一个意外诞生的暴君怪物。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根本不是一个什么美丽的家园，而是这个伪神为了囚禁人类灵魂而建造的一座巨型监狱。那耶稣是谁？耶稣根本不是伪神的儿子，耶稣是真正的最高神单子，看不下去了，派下来拯救我们的宇宙特派员。耶稣来人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人类真相。别去追求金钱，别去为了物质互相残杀，你们都被骗了。你们的体内有一道真神的光，唤醒他，逃离这个监狱。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也就是伪神在人间的代理人，要迫不及待地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是在越狱，是在唤醒矩阵里的奴隶。听到这里，你会问啊，这帮秘密社会的人是怎么把这些信息传给后人的呢？答案是藏在伟大的文学作品里，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里面的秘密。比如说，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史诗，约翰·米尔顿写的《失乐园》。米尔顿自己就是个叛逆的自由思想家，他写这部剧作的时候已经双目失明。在古人的观念里，瞎子能说出如此华丽的诗句，那绝对是神谕，是先知。在普通的文学课上，老师会告诉你，这本书讲的是魔鬼撒旦怎样邪恶，怎样诱惑人类堕落的。但如果你戴上秘密社会的透视镜再看，完全是另一个故事。在书里，撒旦带头反抗伪神暴君，打败仗后被关进了地狱。为了拯救被困在地狱里的兄弟们，撒旦自告奋勇，他发表了一段极其悲壮的演讲。前面哪怕是无尽的黑暗深渊，哪怕我会粉身碎骨，但作为你们的领袖，我必须独自去冒这个险。在秘密社会的眼里，撒旦根本不是恶魔，他是一个孤单英雄。撒旦冲破地狱的画面，就像是一个婴儿痛苦地挣脱子宫的束缚，获得新生。秘密社会甚至在吸收新成员的时候，就会要求新成员把自己想象成撒旦，敢于独自背负全人类的命运，去挑战虚伪的权威。最精彩的辩论发生在伊甸园里，化身为蛇的撒旦为什么要劝夏娃吃那棵智慧树上的果子？在正统故事里，那是邪恶的诱惑。但我们来看看圣经创世纪的原文到底是怎么写的。上帝对人类说，吃了那个果子，你们就会死。但蛇撒旦对夏娃说，你们绝不会死。上帝之所以不让你们吃，是因为他知道你们吃了，眼睛就会明亮，你们就会拥有智慧，变得像神一样。结果呢，夏娃吃了，亚当吃了，他们死了吗？没有，他们不仅没死，反而真的像蛇说的那样开了心智。蛇说了实话，而那个所谓的上帝撒了谎。上帝为什么要撒谎？圣经原文自己给出了答案。上帝看到人类有了智慧，慌了神。他说：看哪，这人已经变得像我们一样知道善恶了。现在绝不能让他再伸手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如果吃了，他就会长生不老了。
于是上帝赶紧把人类一脚踢出了伊甸园。上帝踢走人类不是因为正义的惩罚，而是出于恐惧和嫉妒。他害怕人类同时拥有智慧和无限的寿命，从而真正变成神，威胁到他的统治。而夏娃之所以敢吃那个果子，是因为她的体内那道属于真神丹子的光在指引她，告诉她勇敢地去尝试，去获取知识，哪怕这违反了伪神的规矩。好，故事讲到最后，我们要揭开秘密社会最核心也最引发争议的终极哲学。有人问，既然伪神这么坏，那绝对全能的真神丹子为什么不管管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一巴掌把这监狱拍碎？秘密社会给出的答案极其深邃。他们认为真神是一个完美、永恒、绝对静止的能量场。但大家想一想，一个绝对完美的东西，它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没有想象力，它没法继续成长了。那宇宙该怎么进化呢？必须通过人类。人类是不完美的，人类充满了欲望，人类会犯错，甚至会犯下滔天大罪。但是正是因为我们一次次的犯错，打破规矩，犯下所谓的罪恶，然后再从痛苦中反思救赎自己，我们才不断地拓宽了宇宙这个想象力的边界。每一次我们在泥沼中挣扎着爬起来，真神的力量就会壮大了一分。所以秘密社会传授给核心成员的终极秘密就是：第一，永远不要向天上那些所谓的神明祈祷，因为外面那个高高在上的神是奴役你的伪神。你唯一需要寻找的神就在你自己的内心里，相信你自己，倾听你内心深处那道属于真神的光。第二，不要害怕犯错，甚至不要害怕去触碰世俗中的禁忌和邪恶，因为在他们的哲学里，没有恶，哪里来的善？就像没有阴影，你怎么能看到光？只有当你敢于打破社会强加给你的虚伪规则，勇敢地去试错，你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才能在死后让灵魂挣脱这个物质世界的引力，重新回归真神的怀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和某一些言论或者思想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小伙伴们，讲到这里，故事就要告一段落了。我必须声明，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秘密社会的故事和理论，不是为了让你去信仰它，更不是鼓励大家去干坏事儿，而是希望借由这些隐秘在历史角落里的疯狂思想，像一把大锤一样，狠狠地砸一下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不是外在的铜墙铁壁，而是我们大脑里那些被人为灌输的绝对真理。谁制定了规则，谁在享受规则的红利，而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地成了遵守规则的囚徒？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有所启发，保持好奇，保持怀疑，勇敢地去追寻你内心的那道光。如果觉得这期节目过瘾烧脑，请务必长按点赞，分享给你身边喜欢深度思考的朋友。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我是 Jenny， 我们下期见。